它不会像沙粒你参考下去，它会自动转换成实体线，不会。不管是你用沙粒还是你用 OnShot， 它都会有一个父子关系的连结。草图一出问题了，为什么呢？欢迎来到魔剑队，我是雷系教师阿如。如果是第一次看阿如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哦，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2次的团练啦。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练习的是基础零件哦。那这个呢是阿如每周一都会更新的工程图，那是属于比较简单、比较基础。那在刚学习或者是你刚在转换你的建模习惯的友件来说呢，这是很有帮助的一些练习题哦。好，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工程图，你会怎么去画它呢？其实阿如已经把建模的顺序已经把它放在底下的这一些步骤图里面了。那我们一开始的话，就会先把轴给画出来，然后呢，才去增加其他的东西，然后包含沟槽然后它还有多一个新的轴在旁边。好，所以它总共有一大一小的轴哦。那它中间怎么过渡，然后呢，怎么把这个热材加上去，都是我们练习的一些节点。好，那我们这样子的零件，你会选用什么基准面来去画它呢？其实可以选2个，要么就是前基准面，或者是右基准面。好，那我们就用前基准面来练习咯。遇到广告的时候呢，可以多看10秒钟哦，这样能够帮助阿如持续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那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好，那开一个新的档案，然后呢，我们在前基准面先来画那个圆形的轴的草图一大一小的圆。那小的那一个呢，它是除料圆，所以我就把它转成建构线。那第一个尺寸的话呢是96，第二个尺寸呢是64。那你可以把我达成多少64。好，那我们把大的呢删掉，改标差距。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工程图的标注跟我们实际上在画草图是不太一样的。工程图它是为了要让它清楚，所以它会塞很多的资讯在里面。那我们在绘制的过程中，其实是要学会怎么把它做去分离什么东西我看它，什么时候我就不看它。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去做草图上面的简化。那你的草图一旦简化呢，你的图面就会变简单哦。好，那我先把这个大圆参考出来去做长料对称。我的宽度是40，按到0 40。然后呢，我前基准面再画一次，再把小圆这个除料圆参考出来。那我在参考之前呢，我都会先点一下建构线，再去按这个参考图圆或者是投影。那这时候复制出来的圆，它的草图圆才会是实线。如果你直接去复制的话，直接去参考投影的话，它就是一样是虚线。它不会像沙粒你参考下去，它会自动转换成实体线，不会，你要自己去切换。那虚线或者是建构线，它是没有办法去做长料，也没办法去做除料的哦，这个部分也要特别注意一下。移除、对称、完全贯穿，就不用再输入第2次尺寸了。那第2个阶段就会变成去画它下面的那一块矩形。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画在同一个草图里面但是阿如现在比较喜欢去把它做分段绘制，不会把它画在一起。就算你的草图很简单也一样。那其实这些都是在做一个练习，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去做到比较好的一个草图的应用。那其实它锁在外面之外呢，它里面还有一个沟槽，我会顺便把那个沟槽也画一画啦。那它是建构线，是一个除料草图，那你就帮它锁一下。宽度多少呢？8，这样就好了，我们草图这样子算是非常精简，比较简单的哦。
好，前基准面画草图、参考图源，好，或者是叫投影，看你比较喜欢叫什么。因为假如两个软体在使用，有时候那个名称啊就会比较会转换不过来，但它的功能是一样的。承袭字面啊，那你会发现说，如只有在画一个东西，就是在最一开始的这个长料的时候，我会输入尺寸。然后呢，我其他的我开始就不会去输入尺寸，比如说这个几出2，它是完全贯穿的哦，有没有？有注意到吗？它是完全贯穿的。那这个几出3呢，我故意先做新建，但是你会发现我前面就是承袭字面，后面也是承袭字面，跟随谁？跟随我们的几出1。那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以后我几出1下去做设计变更，比如说改40改60，那后面它会一起跟着变。好，这个是我们在建模的过程中，不管是你用沙粒还是你用 OnShop， 它都会有一个父子关系的连结。那你可以了解它的特性之后，利用这个父子关系来帮助你做设计变更的时候会更轻松，因为它属于一种牵一发动全身嘛。那我去改了几出1之后，后面会跟着动啊，除非你今天不希望它动。哦，你就可以把那个父子关系把它给打断。好，那打断那就变成说你得要用其他的参考，比如说你要给它额外的数字，比如说我这边是本来深度是40，我可能改60，那我挤出3，我不希望让它产生联动，我希望它维持在30或者是10、20等等的，那你就是额外给它数字，它就会把那个父子关系给打断掉，好，而不是用成型字面。所以要看你的设计需求是什么，下去做调整哦。所以它算是很弹性的。好，那我们再把它结合起来，那你会发现说，阿如在建模的过程中会很喜欢用新建，就是把它独立出来。好，如果你用沙梨练习的话，就是不要合并结果。那我做完了，我才把它合并起来，再去做那个沟槽。那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如果直接用新建下去画它，你没办法抑制它哦。我没有办法做到像沙利沃那样子，想要抑制就抑制，这可能跟它的这个软体的特性有关系。你得要用新建，然后得要用布里运算或者是结合，你才有办法做到我想抑制那个部位就抑制。好，那我现在这个地方啊，其实第一个阶段的资料夹就可以帮它先装起来了。那这个是1:2，1:2。那未来的话，如果客户不需要那个1:2，你就把它给抑制掉。好，这个是你用新建，然后再用布林运算把它结合起来的好处，是可以把它抑制掉。而你用新建做上去的，它是抑制不掉的哦。它就是直接粘在上面，焊死了，不让你分离开来，你知道吗？好，所以这是阿如摸索很久才找到的。哦，原来它一定要用就是新建，然后你再去结合它，或者是再去布林运算连接它，然后它才可以做到抑制的效果。啊，这是它的特性。沙梨就不需要这样咯。好，那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做第2支轴。第2支比较小的轴，那他有说他右基准面要往旁边110啊，往右手边110。那你会发现啊，如在画图的过程中也很喜欢用基准面去控制尺寸，因为它是一种简化草图的一种小技巧。那你可以从这种简单的零件啊来练习。然后用这一条中心线来去做沟槽，也就是它实际上你把它简化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沟槽，没有错。好，那它的直径呢52，那你可以帮它做一下，就是我需要实体线，就是你中间的这条线，如果是实体线，那它沟槽做出来就是实体线；
如果你是建构线，那它做出来就是建构线。好，所以有时候阿如的习惯性就是一定要拉建构线的线条但是做出来变建构线，所以你还得要去调整实体线。好，这个小细节啦，小细节就是跟各位讲一下这样子。那它里面还有一个除料源，这个除料源是28。那你接下来就是下去考量说我的尺寸想要跟谁去做连接，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草图1还是开着，所以我就会把直径52当掉，让它去跟我们的圆，就是草图1的圆去做差距，像洋葱那样一层一层的标下来。好，就是最大圆嘛，然后呢第2圆、第3圆，然后最后的小圆。好，就是把它像剥洋葱那样子，好，一层一层的把它标下来，就是像这样子去标的。OK， 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草图。然后呢，前基准，我好像是刚才少做一个动作了，这里，对，我这里少做一个动作，好，麻烦你把回溯棒拉到我们的资料夹1下面，好，去做一个偏移曲面，厚度先打0下去，好，因为阿如之前已经做很习惯了，所以系统会自动记住我上次做的操作，上次就是打0。那如果你没有做过的，它可能预设跑出来就是25，那你要自己调整一下，把里面的内壁呢复制一个曲面出来，这个曲面我们等一下会使用到。好，那前基准面画新的草图参考，把这个直辖槽的草图复制出来去做长料，一样哦，要做新建，请你不要用加入。对称，我的厚度是多少？12，这样一块。然后呢，做第2块。做第2块之前，我们先分割好了。好，零件2加上我们的曲面。那我想要保留这个曲面，可是不要保留两边。那它里面多出来的那一个料材，就会帮你把它给切掉了。所以呢，你的草图需不需要还在那边再画一个圆啊，然后再去修剪？不用剪，完全不用剪因为我们有技巧可以去帮你做的更轻松。好，那这个曲面暂时用不到，我就把它隐藏起来。好，接着你就可以把这一个蓝色的这一块，把它不是金色啦，把它布林运算结合起来，它就会变成同一块料材。那这一段呢，你就可以把它称呼为2了。好，那前期准面再画一次。我这个时候呢，需要给它一个圆，就是我们不是通常草图都画好了吗？干嘛不用投影还要再画一个新草图？原因是因为这个直辖槽它是半圆而已。所以你这2个草图呢，下去做参考，做等长等近，你才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圆。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轴啊，对称。然后他说它的厚度一样是40，所以有什么好方法吗？那你就是用这个不要用对称承袭之面承袭到这个面，第2结束位置也是承袭之面后面，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独立的新零件。好，那我们前基准面再画一次，把除料的草图参考出来。好，先点一下建构线，再点投影，复制出来的草图再去做除料、移除、对称。我要完全贯穿。那我结合合并的范围是谁？没有零件1只有这个零件2而已。就针对它下去做一个除料，就是那里面的洞怎么办啊？不是可以一起搞定吗？但是你要想，因为我要会能够抑制，所以我要独立把它分开来看，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起。你放在一起，你把它做在一起，你是没有办法抑制它的哦。好，这个地方呢，点选里面的墙壁，复制一个曲面出来，好，就要去做分割。好，零件1加上我们的曲面2，保留工具，不要保留两边，里面的洞呢就会被我挖掉。挖好之后，我再去做布林运算，把2个零件结合在一起，再做个资料夹收纳起来，这个就是2之1。
啊，抱歉，2之2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一下了，2之2可不可以抑制它？可以，没有问题。好，所以你要想，就是我的这一个部位，我希望未来可以变动它，所以我不可以把它跟旁边，比如说这个支架、这个延伸臂的地方，把它放在一起。你把它放在一起做，你就没有办法单独去做个别的区域的控制哦。你要学会把它拆开来看，好，拆开来看，有没有取消抑制，它就会跑回来。好，那如果我是1之2不要，我就抑制它。但我的零件有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因为我把它拆开来看了。我在绘图的时候，我也把它拆开来了。好，虽然你现在看到是一个一个资料夹，但是我是有意识的在去做这件事情。哦，不是一开始我就把它画在一起。你把它画在一起，你是没有办法分离它的。你只有把它分离开来，就是你在画的过程就是分离的去做绘制，你未来才有办法单独针对某一个区域去做控制。好，比如说我想要再让它跑回来，好，或者是我今天不要这个2之2，我就把它也抑制掉，取消抑制，有没有？好，这样子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用基础零件做练习的时候，为什么会用到分区处理的概念，就是这样。好，那还有什么？哦，还有那个热材。那我热材在加的话呢，其实是会先回去把我该加的圆角给加一加。好像这边还有一个钻孔，我也忘记加。好，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就现在先回过头去增加一些东西。好，比如说我们回到零件1，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要加圆角的啊？哦，好像是没有。然后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来看，诶，这里有没有啊？哦，这里就有钻孔要加，然后也有圆角倒角要去做处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先做钻孔好了。好，先做钻孔。那它在这个面上呢有钻孔，可是呢有一个问题是说，它的这个钻孔啊，正常来讲应该是从这边的面一直贯穿到这边，它是贯穿过去的。可是它现在已经中间有一个沟槽了，难道我要转2次吗？还是转1次进色？不用不用，你把资料夹打开，回溯棒移到哪里去？移到我们做沟槽之前这个地方去加钻孔。这边好按右键画一个草图点。那这个草图点呢，你也不用太过麻烦啊，你就直接怎么样画2个建构线，收起来，等长等近，按内德赫，好，这样你就创造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3个点的。但是我实际上用哪里？我用中间的点去做钻孔。那我要的直径尺寸是10，我要结合起始的面在哪里？在右边。然后呢，我要承袭至下一个几何，好，没有问题就打勾，回溯方再拉下来，有没有？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做到贯穿这个零件，然后呢，你再去做沟槽的切削，诶，这样子你只要做一次就好了，你甚至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去这个进色，哦，你不用做2次，不用那么麻烦。好，所以这个它的好处呢就是这样子。OK，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是什么？要做圆角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回溯棒呢，要不要再拉上来一下？好，比如说先零线后回圈，对吧？好，所以零线的圆角，那你看，因为它其实原本的工程图就没有圆角啦，这个是阿如自己想加的，那你就可以自己下去设计一下尺寸，好，不一定要完全跟阿如的一模一样。然后这个就是一种练习，因为加圆角也是一种，你知道，加圆角也是一种。哎，草图一出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好，顺便讲一下，我编辑它，因为我圆角加在钻孔前面的时候呢，会改变我刚刚在画草图的时候，我是锁到零件的那个边线上。那你加了圆角之后呢，那一个边线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就只能去修改它，让它退而求其次去锁哪里？锁加圆角之后产生的边线，问题就会解决。好。那再来是回圈圆角，对吧？好，所以我们回圈圆角比较细，有没有？啊，倒角
啊，那再往下拉，有没有？那这样子我的沟槽就不会受到影响，然后我圆角又把它给加进去了，好，画面也会比较好看，对吧？好，那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去看，有没有？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圆角要加的？哦，暂时是没有，所以就再往下去移动。好，这个地方有咯，哦，这个地方就有圆角要加了。那我会建议你把圆角加入的时机点，把它分开来，就是圆柱的你就圆柱的，哦，那这个底部的你就底部的，你不要把它弄在一起，哦，弄在一起会产生麻烦，哦，包含回圈圆角，我有时候我也是会把它给独立开来，哦，虽然圆角的半径尺寸一样，但是因为我分阶段分区域去画它，所以我就应该要试着去把它分离开来，哦，单独来看它。好，最后就是加那个倒角了。好，那倒角的话，我们就是加在上基准面，画一边就好了，给它一条直线。线呢，对我们圆角的边线去做贯穿，好，草图是2，热材，你可以先不要合并12。哦，不要合并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近色，直接点它就可以了。好，最后我才去做热材的圆角修饰。外面要不要？外面如果要的话，就要先做外面，然后再做里面。哦，有了 ，OK。好，那大致上啊，我们的这个零件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有没有？那未来如果那个热材不要了，我就把热材给抑制掉。如果又要了，我就把它取消抑制。那如果下面的1至2不要了，我就把它给抑制掉。如果又要了，我就又把它叫出来。所以它其实你要学会分离去看一个零件。当你会了之后，你在练习，尤其先拿这种简单的零件来练习，你就会慢慢越来越清楚，在你的脑中会形成一种架构。未来你再把它画到，比如说其他的产品身上，比如我今天要画瓶子，我今天要画杯子、文具什么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才会把这个观念应用到其他的领域上面。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周的团练就不会错过啦。